您是不是还在纠结冬天到底需不需要热车呢？网上各种说法都有，五花八门，有人说用，又有人说不用。那么今天暴弟就来给大家说一说我的理解啊。首先答案是肯定要热车啊，你就问他说不要用热车的3个问题。第一，热胀冷缩的问题怎么解决？汽车技术再怎么发展，热胀冷缩这个问题啊始终没办法解决。第二，人为什么要在锻炼之前啊要热身啊？不就是说为了运动时减少对身体的损伤吗？第3个问题，地心引力的问题解决了吗？咱人为啥蹦一下会掉下来？你想想这个道理，咱的机油在发动机里边也是一样，车子静止以后，机油就会回落到油底壳，还是这个地心引力问题没有解决。车子停放超过3个小时，发动机内的机油都会流回油底壳中，这都是因为受重力的影响。停车时间久了，机油肯定会下沉。你问他这3个问题，我敢保证他一定无言以对。记住，无论春夏秋冬不只是冬天要热车，咱们春夏秋天一样要热车，特别是冬天气温低于0度时更要热车，否则发动机和变速箱会因为热胀冷缩导致齿轮间隙变大，机油因为粘稠不能迅速到位而造成润滑不良，进而造成对咱们的发动机造成咬合性的损伤。1、2年可能看不出什么问题，但是3年、4年或者说5、6万公里以后，你的发动机、变速箱等肯定会出现各种小毛病。就像人不注重身体健康一样，从而得了慢性病，都是1年又1年慢慢累积下来的。反过头来只剩下后悔了。那么我们知道需要热车以后，究竟如何正确的热车呢？热车多长时间才合适？这就要看当地的气温具体情况而定了。如果说咱当地气温在0度左右，建议您原地热车30秒到1分钟。如果是零下10度到15度，建议原地热车2分钟左右。零下20度到30度，建议热车4分钟左右。零下30度以上，最少热车5分钟。其实简单来说，就是说看咱的转速表。一般汽车刚启动以后，发动机声音大，转速高，这都是因为机油没润滑到位导致的。所以咱就看这个转速表，啥时候转速表齿轮回落到1000以下，并且稳定以后，热车就差不多了。但这个时候咱不要高速行驶，应该采用低速行驶的方式去热车，让发动机转速保持在2000转左右，低速行驶3至5分钟以后。咱们等发动机的水温上升到正常工作温度，也就是说90度左右，此时发动机、变速箱、底盘部件同时热车完毕，咱就可以正常的去行驶了。怎么样，朋友们？关于热车的问题，您学会了吗？